生意床应该再加点剂量。啊，哎，老马，我刚才听你管江大桥叫市长，什么意思啊？一看你还是太年轻。什么年轻啊？去过南京吗？去过啊，长江大桥路过吗？路过啊。那上面写什么字啊？什么字儿？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。南京市长江大桥，欢迎你。哎，你们一会儿开会什么内容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你有一会儿不是做手术吗？你不请假了？我倒是还有点时间。啊，江大桥还真是南京人啊！要不然市长嘛。谢谢市长。看看来了很多新人，你也不认识。哎，马家，哎，哎，媳妇，你不应该坐在那儿吗？闭嘴。好，在座的虽然都是老熟人，但是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科室刚刚回来的江大桥同志。江医生啊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外值编，代表我们医院支援西藏、云南、四川等偏远贫困地区的对口医院，不仅把我们医院最新的技术带到了那边，也为当地的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骨干。医院领导班子综合考虑，结束江医生支编的工作，回到医院，大家欢迎。我们心胸外科主任的这个位置已经空了很久了，一直也都是我兼任。前几天，院委会正式讨论表决后，决定由江大桥同志接任我们心胸外科主任的位置。谢谢大家。大家以后要多多配合，用不着拘谨。来吧，都说说自己的想法，表表态。徐潇，你先来呗。我们和江医生那都是老朋友了嘛，我们组全力配合江主任的工作。对，我们这边也是，欢迎江医生，欢迎江主任。自从您来了这儿之后啊，心外科总算是群龙有首了呀。马佳，你是我们科室的骨干，你是不是应该多说两句啊？哎呀，其实咱们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应该都知道，我跟江大桥，我江师兄，我们师出同门，都是老朋友、老熟人了。梁院呢，非要让我说几句。哎呀，那我只能说，我们江主任这回来的是正当其时啊。我们江主任论思想觉悟，常年执编，高风亮节，那是让人望尘莫及啊。论业务素质，我们江主任也是在江大出类拔萃，名气响当当，有口皆碑的呀。尤其是把我们的医术发扬到了边疆，甚至到了非洲啊。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，那都是心服口服，五体投地啊。哎，梁院，我这儿9点半还有台手术，我得赶紧去准备了。你们开啊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你平均每天2.5次问我关于节目的情况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仅仅是频道的副总监，只管节目，节目之外的事儿我管不了。好的，楠姐。其实啊，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改变不了的事儿，我也不抱怨了。昨天我刚给您的邮箱发了一个新的选题报告，辛苦您抽空看一下。你先看看这个，上个季度的收视率。
我们最后一名啊。我知道，你想做民生，你我心知肚明，民生有多难做。现在观众压力大，仅有的那点休闲时间，他心静不下来。所以休闲类、亲子类、真人秀、竞技类，包括慢生活这类的节目，都比你的收视率高。您不是在多个场合说过，不为收视率论英雄？刘小贤，我们的招商情况你不是不清楚，收视率上不去就没有人关注，没有人关注，冠名商他就撤了。大家来工作不都是为了生活吗？这个你怎么就不清楚？要不，您看一下我的新选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台里今后要采取末位淘汰制，要撤掉一些节目，更换血液。那您的意思，我就是那个准备被更换掉的血液？见，江主任。哎，舒美，这，好棒呀，漂亮。哎呀，我记得你磨咖啡，我特意给你泡的茶。哇，这你还记得呢？走走走，来。那是当然呀。我那时候在非洲的时候，你才10几岁吧？啊，你爸爸给我们医疗队开车。我还记得有一回你抢你爸爸的方向盘，还问我们说，你开车我们愿不愿意坐？那您愿意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当然不愿意了。哟，主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天明。多少好？哎，大家好，坐下，正好大家都在，咱们就开一个短会。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，发现我们的病例管理有一点点乱。有的医生可能工作时间长了，也可能是因为太忙了，尤其是手术记录这一块没怎么上心。有些规定不仅仅是为了规范管理，更是在让我们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，尤其是医患纠纷的时候，对我们科室的每一个人的保护。啊，对对对，江主任说的对，主任说的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定下这个规矩。原则上，手术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详尽的记录。如果有3次以上的拖延，扣了质控分就直接扣当月绩效。江主任，咱们科室医生日手术量很大的，就像马医生，有的时候一天忙起来4台5台手术呢，他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太够的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规定有点教条，是吧？但我觉得呀，挺好。江大主任这是督促我们做手术记录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不好意思，去趟病房。那么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天明啊，哎，你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跟原来的制度整理起来，就贴在这面墙上。啊，锦旗不用挂那么多，留一部分就可以。哦，好嘞，主任，您放心。辛苦了。哟，老马还写呢，你这么认真干嘛呀？有些手术都差不多，复制粘贴就行。你说什么？复制粘贴啊，省力气。我要是领导啊，你就别干了。哎呀，你这对领导还挺负责。我这是对病人负责，对自己负责，好吗？对手术都不认真，你还当什么医生啊？把这些记录留下来，这是要给人家以后做手术做参考的，你不懂吗？得，佩服啊，当我没说。
迎光临。哎，坐。又找我干嘛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来给你散散心吗？给我散散心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都怪我这张乌鸦嘴，没想到还成真了。那你是挺乌鸦嘴的，不是你消息还挺灵通的，听谁说的？那你别管了，反正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考虑我们那边了吧？我们的心胸中心可一直等着你呢。我现在没评上正高，你这边也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医院现在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。再说了，英雄不问出处，我们最不看重的就是什么职称，大不了你来了先做个代主任。代主任？那你们是挺渴的。反正你今年不是也没评上吗？等明年一升了正高，就把这代字去掉。再说了，甭管这代主任还是主任，不都是你主持工作？你少来这套，你在这给我画饼呢。哥，我这饼可是实心的。你甭管什么芯儿的，也是个饼。那饼也充饥呀，哥，别怪我多嘴啊。那你还是把嘴闭上吧。不行，我这话我必须说出来，我替你打抱不平啊。我真觉得你在那儿没有什么必要待下去了，正高没评上，科主任也落空了，多没面子呀。哥，咱俩私底下说，你这是没评上的事吗？你这是被挤了。你是谁呀？你马一刀，那可是大神英才，那走到哪儿都应该是重点人才。要我说呀，你现在要还待在江大，你就真成了江大一笑话。你小点声，你才是笑话呢。看了我给你们那资料了吧？我跟你说，等我们那心胸中心一建成，硬件条件不比你们江大差，我向你保证。你来了之后，天大地大，马家最大，而且正高主任一次性解决，多好啊！嗯。喂，哎，老大，现在啊，行，马上过来。哎，好嘞。金院长找我有急事，我得过去见他去。顺便我把今天咱俩的事跟他汇报一下。走了啊。不是，那这茶还喝不喝了呀？你喝呀，我单我都买完了，慢慢喝啊。那什么，等你电话啊。哎，你摘凉叶了干嘛？挂回去。为什么？主任让咱摘锦旗，你不明白为什么呀？你真以为是为了贴制度啊？你快点听我的，挂回去。哦。你听话得听音儿。你想想啊，如果你是主任，你看着你抢别人的锦旗，你心里能舒服吗？有道理啊。把那个给摘了。哦。不是，一面都不留啊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这留一面更过分，摘了。媳妇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去见我大媳妇啊，她对我非常好，跟我聊了很久。马医生，还特意问了你的情况。问我什么了？他说我是你培养的好徒弟，让我超过你。还说什么了？那不能告诉你啊，
那是我和我大媳妇的秘密。哎，当家媳妇。哎，媳妇，你的锦旗都被摘下来了，这是梁院长的。还真是精准打击啊！啊，这不是我们的主意，是主任说的。对，老马，这一摘还清爽多了。哎，丁凯，是我。你如果要去宜康，可得想清楚了啊！丁凯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，嘴上说的可漂亮了，真办起事儿来不一定靠谱。再说，外面都知道你是梁老师的得意门生，你这一走，我现在的处境啊，正高没评上，科主任没当成，你觉得我哪点像他得意门生啊？你这个人呐，就是争强好胜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都不能输，而且还特别自负。技术自负型人才，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那个技术自负型，我觉得挺好啊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他们不懂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挺好。他们瞧不上我，大不了我就一走干净呗。你一毕业就在这儿，你的导师、团队，还有你的人脉关系、事业基础全都在这儿。你这一赌气走了，以后呢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。谁在工作上能一帆风顺呀？我节目还被毙了呢，我也没处讨说法去，难道我也辞职啊？不说我了啊，你就说你这一走以后怎么见梁老师啊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江大乔也就比我大个5、6岁，我就这么一直被他压着，陪他耗下去啊？哎，行，我不反对你的任何决定啊，不过你是走是留都得给院里一个说法吧，特别是对梁老师。哎，明天就是周末了，你就明天去找他一趟吧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哎呀，谁呀？马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您啊。老伴儿，给倒杯茶。好嘞。要喝？小马呀，来，喝茶。今年的新茶，狮峰龙井。谢谢师母。坐。
老梁，我们好福气呀！你这2个学生就是你的左膀右臂，只要你们同心协力，那咱们医院呢会更好的，是吧？大乔，你出去支边了几年呀？3年。哦，在外边一定很辛苦吧？哎，都是工作嘛。是啊，我这师兄觉悟多高啊！师弟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那没有，您是主任了，谁敢对你有误会啊？不过恐怕你对我有点误会。你看啊，当年评副高，我让给你了，现在评正高了，你又准时准点回来了。反正我们院只要到了评职称，我就得自觉让路呗。说话注意分寸啊！我还怎么注意分寸啊，梁老师？人家故意针对我，我也只能受着呗。刚回来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，就是专门针对我的。我那些锦旗也说摘就摘了，一面都没留。那现在就剩下一个行医执照了，也打算给我摘了呗。那些锦旗我让他们留了一部。江主任，以后你想要什么直接说，但就一点，别凡事都针对我，行不行？有话慢慢说，误会说开了不就解决了？行了行了，我们谈的都是工作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好好说话。哎，老师啊，师弟可能有些话要跟您说。瑶瑶也快放学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吧。哎。您别送了，慢走啊！哎，行了，过来坐吧。哎呀，到底是师兄啊，什么事儿都比我早一步，真是不佩服都不行。说话不要夹枪带棒，说吧。是来告状的还是来诉苦的？你看，人家坐这儿什么都没说，便宜占尽，一到我这儿不是诉苦就是告状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马甲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职称是高评委定的，科主任是院领导班子共同决定的，跟大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要误会人家。我知道，在您心里啊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那他故意针对我也是我的错。他针对你什么了？他要求你遵守制度，就针对你了。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，要说耽误，大乔是真的被耽误了。去元飞，去支边，这都是院里派去的，一去就是好几年。否则就以他的资历，早都应该评上的。他评他的，他为什么非得碍着我呢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嘛？我什么话？我说的实话呀。他是圆过飞，支过边，吃苦耐劳，高风亮节，是吧？这个思想品质、道德情操，没人能跟他比。可是我也没闲着呀。这几年我哪年不是300-400台手术？去年光主动脉夹层就将近40台。别说咱们双清，就是放眼整个远江，也没几个医生能做到吧？这几年我辛辛苦苦带团队，我没日没夜的做手术，我给我们科室争得多少荣誉，我老婆和家都没时间管了。他有苦劳，我也有功劳啊！凭什么每次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让着他呢？你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啊？你这就是胡搅蛮缠。我不是胡搅蛮缠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你不要忘了，他不仅是你的学长，他现在还是你的领导。领导我就得对他唯命是从啊！马家呀，马家，你们就没有可比性。你想要的，明年多等1年都会有的，怎么道理不明白吗？我当然明白，
就是因为我这种没背景、小地方来的，所以就只能是认命，对吧？你好好说话行吗？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？我告诉你，他就不是来看我的，他是找我兴师问罪的。哎呦，你消消气儿吧。老家，你要认为我这一碗水端得不平的话，那你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到市里去，把他支成猪了，把他工作给他撤了，再把他赶回去吗？这个孩子真是，原来上大学朴朴实实的多好呢，现在怎么了？仗着有点技术，有点小名气，连我都不认识你了。现在，你要是心里这道坎过不去，认为我处理的不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，我不解释，我向你道歉，行不行？对不起，叔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你也别为难。江大如果说就是容不下我了，凭我的技术和这点手艺，在双清再去找个落脚点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辜负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了。我做了什么？哎，他刚才说什么？喂，聊得怎么样啊？好极了。懂得珍惜以后会爱，越提起那份爱，会不会还在？
早啊，主任。早。这锦旗我昨天都已经收起来了，谁又拿出来了？你这。哦，主任，规章制度昨天已经给我了，但是有些不符合要求，我就打回去重做了。我打听过了，是怡康医院一直在挖他。老师，我在想，师弟跟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误会？像他这样的骨干，我们还真的很需要他呀。平志成和科主任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呐。我要不要找他谈一谈？他这个人犯起轴，谁谈都没用，无理取闹，随他去，不惯他这个臭毛病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 你找哪位？马医生，丁院他不在。那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哎，好。这里。什么小王啊？是我。昨晚我们聚餐，我有个老同学家的孩子得了先心，蛮复杂的，哪个医院都不肯接，只有马医生啃了这块硬骨头。手术做得漂亮不说，术后都半年了，每个月还主动问孩子的情况。我这个同学对马医生是赞不绝口。哎，老梁，我这2天好像听了点风声，这个马医生，他是不是要辞职啊？廖元，马家你都放啊？什么？辞职信都递了？对啊，你不是一直催我吗？什么时候入职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？我不急呀，不是你急吗？我是急，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啊！我想着老梁不是你师傅吗？10几年带出来的宝贝徒弟，哪能说放就放啊？咱不说这个啊，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办手续？这卫计委2年1度的援非任务，这又下来了。我们省啊，一直对口的是支援桑拿啊，今年这是第25批了，这一批任期还是2年。我们院呢一直有援桑拿的传统，啊，就连杜老院长都亲自援过桑拿，这个传统在我们这儿可不能断了啊。所以卫计委的意思啊，希望我们一如既往地派出精英骨干。啊，桑拿方面呢也特别提出请求，希望我们啊
能够派出心胸外科的专家，协助他们开展心胸外科的业务。我有个事儿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我呢调走了。调走了？调哪儿去了？儿童医院平调。不是你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说你不会因为说你走了，我这事儿就黄了吧？那我当初死乞白咧，是你推三阻四、拖拖拉拉呀。谁拖拖拉拉了？我也很主动的呀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可是没少给你打电话。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了？我这儿有通话记录。你看，啊，上周六下午3点23分。嗨，我想起来了，上周六，我刚好接到调动通知，我这儿都乱成一团麻呢，我挂了你电话，我就给忘了。咱不说那个，不往前倒啊，咱说现在的事儿。你走你的，但是你走之前，你得把我这个事情给办妥了。我人都走了，我怎么给你办？该怎么办怎么办啊？这个事情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没跟院里打个报告，汇报一下过程？院里有什么决定吗？你一直没给我准信儿啊！你没给我准信儿，我怎么报告？我怎么让院里做决定呢？我怎么没给你准信儿啊？兄弟，你要这么说就真的没意思了啊！当初是谁拍着胸脯的跟我说，就等你来了，啊？我表态很明确吧？那现在我辞职信交了，我也做了决定了，你告诉我，你拍拍屁股，你调动走了，那你这不是诚心涮我吗？不是老马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你真不能赖我。那当初要不是你拖拖拉拉，这事儿早就成。谁拖拖拉拉了？我不是求过你吗？啊，你给过我希望吗？就连拿我们当备胎你都不愿意，我怎么跟院里说？再说了，谁能拿备胎当回事？你扯豆圈，你说他妈是人话吗？老马，这事儿算我对不起你。有用吗？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就问你怎么办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人走茶凉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我现在拍胸脯给你打保证，院里谁听我的呀？没人听啊！我得接。喂。啊。我现在说话没人听了是吗？这事儿没商量。那个，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等会儿，先把账结了。我结。不是你这快40岁的人了，怎么还那么冲动？听弟弟一句劝，梁院长是你的师傅，跟他服个软。我用你管？你最后要实在没地儿去了，跟我去儿童医院。来了。老爸，快进来，没被淋着吧？没有。大主任，不要请我进去坐一坐啊。瑶瑶，给你妈拿鞋。哎呀，
我这出差2天吧，你女儿非要到你这儿来住。哎，你别不乐意啊。怎么会啊？孩子要来跟我住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是嫌这箱子上有病毒是吧？哎，不是，你跟我那会儿嫌东嫌西也就罢了，你女儿东西你也嫌啊？职业习惯嘛。来都来了，要不要吃一点再走啊？我妈一会儿还要和她男朋友一起去赶飞机呢。你嘴怎么那么快呀你？洗手了吗？洗手去。那个周4、周5下午他是5点40下雪，然后你记得带上晚饭去接他，送到西南大厦2楼上钢琴课。你一定要记得让他在车上把饭吃完啊。车上怎么吃饭呢？周末是1对1的辅导，上午9点钟你把他送到那个盛世华天。对，送到那小区，上午9点钟到南门，他自己就认识道了啊。这么多课啊，瑶瑶，累不累啊？能不累？你这头发怎么了？啊？我记得以前就2个鬓角的，现在怎么连后头都白了？你不用操心我，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。老爸，被我妈关心的感觉还挺不错的吧？哪那么多话呀？我送你下去。不，瑶瑶，你那个好好学习啊！妈妈周日来接你，我要检查的。拜拜，走了。吃饭。31床老陈的氧合一直很差，现在高能量用上也不顶什么作用了，肺动脉栓塞已经非常严重，如果不抓紧手术，随时有可能死亡。病人的全身状况很差，手术风险会很大，死亡率也会很高。现在的这种医疗环境，如果结果不理想或者不好，家属不理解，会引起医疗纠纷的。但是像他这种情况，多拖1分钟不就多1分生命危险吗？这个病人的情况很特殊，需要好好讨论一下。我觉得现在手术不适合。我觉得适合。不过做这种手术需要一定的勇气，也许你没有，可我有。